我叫冠廷，参加了一场高额酬劳的睡眠研究，只需要1晚，进入一种共享梦境空间。研究人员说，那是一种将多名受试者意识连接在一起的同步梦，里面会出现我们潜意识中最深层的记忆与恐惧。条件只有一个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绝对不要尝试在梦中强行醒来，那会造成意识错乱，甚至无法分辨现实与梦境。研究员这么说，表情却说不出来的僵硬，像是在念台词。我和另外6个人躺进了白色的胶囊舱，门缓缓关上，光线熄灭前，我听到耳机里传来一句：梦开始了。我醒来时，已经身在梦境，身旁是一座陌生的城市，一切都像现实，但空气安静得可怕，没有风，没有声音。我身边的6个人也出现了，我们互相确认彼此的名字与脸，一开始环视着笑着缓和紧张，但很快就发现，这座城市里所有的时钟都停在3点17分，无论墙上、手表还是手机，时间不再往前。我们试着一起走向城市边缘，却发现不管往哪个方向走，绕了一圈又回到原地，像是迷宫。直到第7个人出现，我们谁也不认识他，他的脸模糊到无法对焦，说话的声音像卡住的广播。他只说了一句：你们太早醒来了。那天晚上，第1个人消失了。我们睡着后醒来，他的身体还在原地，但脸是空的，一片模糊，像数位错位的图档。我试着摇醒他，他却像早已死去。其他人都恐慌了，开始怀疑那个陌生人到底是谁，甚至怀疑彼此。但我心里最深的恐惧是，我们是不是其实都不该醒来？我开始感到混乱，每次睡着又醒来，场景就会变得微妙的不同。楼梯会换方向，街道上多了某个不存在的雕像。每一次醒来，这座城市就更不像真实的世界。我决定违反规则，强行唤醒自己。我用力咬破手指，撞墙，甚至跳楼。终于，我再次睁开眼。我躺在实验舱中，白色灯光，监控荧幕，熟悉的研究人员，但他们的脸上一模一样的笑容，动作完美同步，就像复制人。我喊他们的名字，他们却齐声说：燕婷，你醒过来了。这声音和梦里那个陌生人一模一样。我想逃出去，但舱门没开，我只能不停敲打。就在我崩溃的边缘，舱门开了，外面是完全一样的城市，还是那座梦中的城市，还是3点17。我发现我从未真正醒来，我不过是从一层梦掉进了另一层。这场实验早已结束，没有人回得去现实。我每天都会醒来，但每次醒来的世界都不一样。街上有时全是我自己的影子，有时手机只剩一通未接来电，来自自己。我不再记得现实长什么样子了。我甚至开始怀疑，是否真正有个叫陈燕婷的人。直到今天，城市的广播响起，语音是那个模糊的男人：你，最后一个醒来的人，终于睡得够久了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来，我早在进入实验舱前就已经死了。那是一场交通事故，而我参加的不是什么睡眠实验，而是意识回收程序。他们想看看人在死后还能梦多久。心跳声越来越快，你听见了吗？志远第一次梦见那条长廊，是他7岁那年。梦里，他走在一条看不见尽头的灰色走廊，两侧是无数上锁的门，头顶灯泡闪烁，发出滋滋声，地板冰冷，回音清晰。那晚，他听见背后传来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，1步、2步、3步，声音越来越近，他几乎能感觉到气息贴在他的后颈，但他不敢回头。他知道，一旦回头，就再也走不出去。当时的他
只以为是场噩梦。几年后，梦消失了。他长大，成为一名广告公司的设计主管，过着压力繁重却规律的生活。直到他28岁那年，梦回来了。起初，梦境只是回放童年的场景。他走在那条熟悉又陌生的走廊，依然听见脚步声，但声音更沉重，更真实，仿佛某个尸体正从他背后慢慢逼近。他醒来时满身冷汗，脖子湿透，他以为只是工作太累，但从那晚开始，他每天都梦到那条走廊，而且每次醒来，他都觉得哪里怪怪的。某天，他在会议中竟然无法想起自己同事的名字，甚至一整个项目简报内容都像从记忆中消失了。他的记忆一点一点地被抹除，梦境越来越真实。他试过熬夜，吃安眠药，甚至去做睡眠实验，但没有用。只要一闭眼，他就会回到那条走廊。这一次，他不再只是听见脚步声，他听见喘息，还有什么金属刮地的声音。当他走到一面墙前时，墙壁不再是水泥，而是一面镜子。镜中，他看到自己的背后，有一个穿着破烂小丑服，拿着巨大菜刀的东西，正缓缓走来。他惊恐转身，结果梦醒了。醒来后，他发现手机相簿里多了一张照片，拍的是他睡觉时的背影。可他住在独居公寓，门是反锁的。他决定不再逃避，找来监视器架在自己卧室，并录下整晚的睡眠。那天夜里，他再度进入梦境，这次他跑不动了，小手不再缓慢，而是奔跑着朝他扑来，尖笑声在整个长廊回荡。不要回头，不要回头，他不断告诉自己。但这一次，他回头了。小丑的刀落下那一刻，他睁开眼睛，大口喘气，全身冷汗淋漓。但最可怕的是，他脖子上清楚有一圈淤青状的掐痕。他慌忙打开录影回放，画面中他整夜一动不动，但在凌晨3点14分时，画面闪烁了1秒，然后他看到荧幕中一个穿着破烂小丑服的身影缓缓从床底爬上来，凑近他的耳边，好像在说什么。影片卡住，画面转为黑屏，床边地板上有一张皱巴巴的纸条：这次让你醒了，但下次我不会再让你逃走了。嘿，如果你也喜欢睡前鬼故事，关注我吧。